在前些日子，英特尔终于是发布了12代酷睿移动端的最后一块拼图 HX 处理器。正好啊，非常巧，我也拿到了搭载 i9 12950HX 的 ROG 枪神6 Plus 超劲版。同时啊，我已经提前使用了1个星期。所以欢迎来到本期的新品速览，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台价值不菲的 ROG 枪神6 Plus 超劲版，它的使用体验到底如何？我拿到这一台是 i9 12950HX 搭配 RTX 3070 Ti 的版本，具体的配置呢我已经放在了屏幕上。这台机器呢目前狗东价17999，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？欢迎在弹幕中说出你的想法。快速的看一下新增特色吧。笔记本的正面呢新增了隐藏油墨涂装的电竞纹路，在日光下看或者使用附赠的紫外线手电筒照射，会显现出酷炫的涂装和密码线索。右下角呢是可以替换的信仰徽章，总共有3种款式可以供你自由搭配。在徽章下方和底部的脚垫上 ，ROG 都留了一些小彩蛋，这个细节确实做得很到位。键盘面采用了半透明工艺，可以隐约的看见内部的电子元件。底部呢提供了5个功能按键，可以快速的控制音量以及各种预设模式。它还有一个按钮可以一键启动奥创控制中心。右侧呢有个空位，可以插入包装中提供的钥匙。不得不说啊，插入钥匙之后的光效效果做得确实不错。I/O 接口部分也很贴心，背部提供了一个雷电4、一个全功能的 Type-C、一个 HDMI、一个 2.5G 网线接口，以及最后的电源接口。左侧呢还有2个 USB 3.0 以及极为先进的 3.5毫米 RC 接口。值得一说的是啊，全功能的 Type-C 接口支持 DP 信号输出以及100瓦的 PD 快充，加上笔记本的90瓦时电池容量，对于平时的轻度使用完全足够。屏幕部分上，它搭载了一块 17.3 英寸的 2.5K 240Hz IPS 屏幕，拥有100%的 DCI P3 色域。这台笔记本呢，出厂预装了2根 16G 4800兆赫兹的 D5 内存，实测呢它的效能和时序也还算可以。SSD 则预装了一条三星的 PM9A1 1TB， 它和零售版的980 Pro 规格相同，读取速度达到了7000兆，写入速度达到了5134兆，无线网卡则是搭载了英特尔的 AX211， 支持最新一代的 WiFi 6E 技术，配合上 2.5G 的网线接口，它可以一直用到未来的2000兆宽带普及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给它开个机。哇，这个开机音效起码值1个 W。你要问 ROG 的笔记本买它图什么？那肯定是它的生态以及神光同步。不得不说啊，笔记本端的奥创才是满血的奥创。不管是整体的数据、性能策略，还是独显之列的一类的各种功能啊，都可以在软件中快速调整。我在奥创控制中心中将性能策略设置为了增强模式，运行了 CPUZ 的基准测试。这颗 i9 12950HX 单核分数达到了783.2分，多核分数达到了9942.7分。对比 CPUZ 的参考分数呢，这颗移动端的 12950HX 性能已经超越了台式机的一代王者 7980X1。跨平台的跑分软件 Crossmark 总体得分达到了2118分，生产力得分1957分，创造性得分2374分，反应能力得分1923分。这也是我测试这么多台笔记本以来啊，第一台总体分数突破2000的笔记本。3DMark 的 TimeSpy Extreme 基准测试分数达到了5885分， CPU 平均温度66.4度，显卡平均温度60.6度。而 TimeSpy Extreme 的20分钟压力测试通过率也有 98.4%， 可以看出来啊，这台笔记本的散热控制做得非常的好。那么它的实际游戏体验又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来看一看。我测试了几款主流游戏，它的游戏体验呢都很不错。2K 分辨率下，画质全部最高，单机游戏都能稳定在60帧。网游呢经过画质优化之后，也能稳定在144帧以上。笔记本的性能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，并且可以看见啊，在游戏过程中 CPU 功耗会在30到55瓦之间波动，显卡功耗呢会在110瓦到150瓦之间波动，温度呢也会稳定在70度上下。得益于这块 2.5K 240Hz 屏幕做了3毫秒的响应速度，游戏体验呢相对流畅。对于 CSGO 这种追求刷新率的游戏，240Hz 可以带来很爽的游戏体验。然后呢就是温度测试了，室温25.6度，环境背景噪音34.2度 B，CPU 待机温度46度，显卡待机温度51度，笔记本待机噪音37度 B。
FPU 加 FreeMark 双烤10分钟 ，CPU 平均温度75度，显卡平均温度69.7度，笔记本慢调噪音54.2 dB。长时间满负载情况下呢 ，CPU 和显卡的功耗和频率都会有一定的下降。CPU 呢会稳定在55瓦上下，P 核频率2.77赫兹左右 ，E 核频率2.17赫兹左右。GPU 呢会稳定在150瓦上下，核心频率1320兆赫兹左右，检测频率1775兆赫兹左右。并且呢，笔记本的键盘和底部面是进风面，为了确保更好的散热效能，建议为笔记本增加一个支架。但是确实啊，正如官网宣传的一样，这款笔记本采用了上下进风的设计，长图部分只有28度，键盘部分呢也只有38度，相比笔记本4轴49度的热风，可以说是非常凉爽了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在长时间满载情况下呢，电源适配器的温度会逐渐升高，烤机10分钟之后，适配器的表面达到了54.1度。如果说是在宿舍使用呢，尽量不要把它放在被子上。那么最后呢，还是熟悉的问题，它值不值得买呢？作为一台笔记本，拥有16核心、24线程的12950HX，以及支持扩大加速的 RTX 3070 Ti， 配合上它出色的屏幕素质以及100%的 DCI-P3 广色域，让我们知道了游戏本不仅仅可以打游戏。如果说你看中了台式机的性能，又很需要笔记本的便携，那么确实可以考虑12代 HX 处理器。同时呢，我也推荐你去入手这一台 ROG 枪指6 Plus 超轻版。毕竟呢 ，ROG 为笔记本提供了2年的全球联保加1年的大陆地区保修，以及可以申请的1年意外险。1年之内呢，对于意外跌落、碰撞、挤压、硬体脱键以及异常电流导致的损坏，都可以联系 ROG 上门取件。这么看下来啊，这台笔记本似乎突然香了起来。